好，我是 Easy Fish， 我又收拾行李出发了。只是这次出行不是计划中的，也不是我希望的。到了北京，正赶上一场漂亮的晚霞，只是我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。这些书原本都放在这里，后来搬了几次家，他们和3组书架一起被收进了地下室，直到这场意外的漏水。地下室的情况比我想象的更严重，积水至少1.5米深，墙壁受损，书架泡坏倒塌了，水已被抽走，泡了水的书、相册、邮册和杂物堆满了地面。我赶回来收拾残局。Deep 科学探险，我从创刊就开始收集了。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也陪伴了很多年。以前每一期新杂志到手，我就会迫不及待地翻看，也很喜欢纸张和油墨刚印出来的香味。可是现在，它们被水泡过以后，只剩下一股刺鼻的气味。待久了，我头晕脑胀，喉咙也开始发痛。这一周天气预报天天有雷阵雨，上午晒书，下午收书，每天都是这样。可是每次狂风过后，只落了几滴雨。这些老板书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陪伴我，最后还是没能留下。这家车这么大，床垫子不要？我问他的了。我再说，要把床垫子放家里，让他下来看。废品回收公司不愿意收泡过水的纸，
终于找到一家愿意上门。这一车400多公斤，只卖了45元。来看望父母，他们已经没有了自理能力。3年前，我将他们的房子做了适老化改造，普通床换成了护理床，卫生间也更适合轮椅进出。还把他们从养老公寓接回家，请了阿姨专门照顾。当时家里东西多得无处落脚，我用了1个多月才整理利落，光是废品就卖了500多块钱。开始我以为把盒子擦干就行，后来发现盒子里面也进了水。500多张 CD， 一张一张打开，一张一张擦干。干了一阵子，我也不想再擦了，索性把它们摊开，自然风干吧。
这个储物架当时飘在水上，它现在头朝下，我给它翻过来扶正。是一个密封的挺好的，但是水还是进去了。这一堆里有泡水发霉的茶叶、米面、黄豆、杂粮，散发着难闻的气味。10块钱白给你都，咱刚才卖多少回了，还怎么的？哪次我不让你赚钱啊？行了行了，真够道理。这个多少钱一个呀21斤？1斤20。那是没有糖的。这个是无糖的，这个是有糖的。有糖。哦。呀，我正是20块钱，115，拉倒，下回你再来。我的肉好高，我走啊。要2条2条。这小蛇怎么那么小啊？西瓜怎么卖呢2块钱斤。好甜。好甜，你在别人家里买不到。我跟你说实在的。好嘞。切开吧。切开。要不要？少一点正常。这有点。口味都不错，也不贵，大家好像很容易买多了。收拾桌子的大叔一直提醒不要浪费。吃饭还别浪费，还得吃好，还得吃饱就行了。我跟你说，浪费了都不完了。很幸运，大部分火车模型放在书架顶上，躲过了一劫。但相册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它们全被泡了。本来想一张一张拿起来擦干，只要还能看见一点影子就留下来。后来发现根本不行，只要一动，照片上的影像就化开了。只好铺上纸，让它慢慢吸水。
邮票也没躲过去，它们都粘在邮册上了。原本还想着用镊子一张一张夹出来，晾干再放回去，干了一会儿，看到旁边几十本邮册等着，我还是放弃了，先铺上纸，让它们自己慢慢干吧。该卖的卖了，能扔的也扔了。现在是把这一地的东西搬到2楼，重新收起来。地下室唯一留下的窄书架也搬了上来。切这么厚。饼不太筋道，肉片的也厚，葱比较老，黄瓜不够新鲜，不是以前的水准，让我挺失望的。我一直把相册搬到院子里晾晒，后来发现竖着像手风琴一样，插叶开口朝下更容易排水。站不住的铺了点纸。
散了架。孩子小时候画的画，我一直留着。这次大部分变成了纸浆，只剩下这几张。再看它们，发现里面有不少有意思的故事。更没想到的是，还找到一张1963年3月30号的《北京日报》。还剩最后一件事。除湿机装好了自动排水，以后不用总想着去倒水了，剩下的就交给他慢慢工作吧。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过，地下室那一屋子收藏该怎么安置。现在他们终于有地方了。